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真要的，食欲也好多。小饭馆里也可以。没事的，多注意喝水。好吧。爸，给你买饭了。哎，我爸人呢？老李，你在呀？哎，大夫，这床病人怎么不见了？我还要问你们，这床的病人去哪儿了呢？啊？不知道，我们打早饭去了。妈，这是我爸的衣服，那我爸肯定是跑了。不会吧？他病成那样，他怎么跑啊？病人是酒精性肝硬化晚期，目前已经进入了失代偿期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，比如消化道出血、肝性脑病等等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呀。他目前的状况啊，只能住院戒酒治疗。你们怎么能让他跑掉了呢？可是他早上起来从一早他就闹着要走，好半天才把他说服住。你看，要不然咱们还不是一个人去买饭呢，那个人看着他。爷爷，爷爷，哟，您出来干嘛？您赶紧回去治病啊！您怎么还能出院呢？哟，哎，您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不住院了，那病房啊太闷得慌，没病都能闷出病来。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呀？什么闷出病来？您先别管我了，医生还找您呢，你赶紧回去先治病。您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？您真不用担心，实在不行还有我跟老吴呢。真是好孩子，谢谢你和你爸爸。可这人的寿命啊，不是自己能掌握的，也不是他们大夫能掌握的。老天爷想让你活65，一天都不会多给你；老天爷要想让你活80啊，一天也不会少给你的。我跟你们爷儿俩真是有缘，可是再有缘，我也不能拿我这病麻烦你们。哎，什么麻烦不麻烦？我真憋不住了，我就跟您直说了吧，我是您亲孙子，吴征是您亲儿子，我奶奶叫吴淑英，这下您明白了吧？终于说了。记住，孩子，以后不要再去我那小饭馆了。也告诉你爸爸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不是，爷爷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爸您儿子吴征您忘了吗？那我奶奶您媳妇儿吴淑英您也忘了吗？你们怎么就常常回家呢？这不是说好一块儿带着回去看病吗？哎，这都说改就改呢。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更不要浪费机票钱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一大早给谁打电话？啊，没谁，就一个客户合同赶来赶去的，老是不满意。我挣他点钱还挺不容易的。好，走了。我下午4点半到上海。老吴啊，还没和好呢，什么时候能啊？我忙着呢。我很忙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到了以后就喂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来，好吧？现在往回走，谢谢。哎，我说刚才在飞机上听机长的广播，怎么那么耳熟？原来真的是你。回来探亲啊？来看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朋友，听说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。最重要的朋友不是应该是你澳洲那未婚妻吗？我们分手了。啊，分手马上回来，这个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哈。有些东西还是放不下。哦，车来了，先走了。好，回见啊。好，我又发现这个同学有些名词字尾会搞不懂。我今天先帮大家介绍2个关于人的名词字尾。
一个是 IAN。这个字呢，其实它是要代表某一种具有同一特性的人，或者是同一族群的人。我来举一个字哦，当你在 vegetable 后面加上 IAN 的时候，我们会把 BLE 去掉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形成 vegetarian。这是根据发音的原则去加上去的，所以 vegetarian 是什么人呢？大家都知道 vegetable 是蔬菜嘛，对不对？那 vegetarian 蔬菜人，素食者，没错。你可以根据这样子的变化就知道他是素食者，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草食性动物。好，那个今儿你拉我回家吧，行吗？你家这么近，还要我载你啊？况且又不顺路。不是，老吴回来了，今天家里有大事发生，家庭大事儿，你得参与吧？你们家庭大事我就不参与了。不是，你还没原谅老吴，他到底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？走，你跟我回去，我讨伐他。怎么了？明天见。你不拉我了？俩人加一块儿都70多岁人了，还那么幼稚。要搁我儿子都1岁半了。折腾什么呢？这是？啊，我这不是想着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，反正也不用了。然后啊，咱把这店给租出去，就吃房租，咱也够日常开销了。吃瓦片儿啊，那能撑多久啊？哎，宝贝儿，你跟你爸学了这么长时间炒菜，没学会个一样两样的？妈，打住，半样不会我知道了。您也别说我，您跟我爸结婚20多年了，您也不是半样都没学会。大夫这么说了，反正他这病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咱们现在来，发动最高的智商，得到处筹钱去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妈，是得筹钱，我这不是到处借不到钱，我才想着说把店给租出去呢。哎，万一碰着一个冤大头，高价把咱们店面租出去，这问题不就解决？这门没关，我就进来看看。听说老爷子现在身体不太舒服，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个，楼上呢，他现在不太方便见人。哎，你说你这眉毛、这鼻子、这眼睛、这嘴，哪儿长得跟我像呀？你真是我哥啊？老爷子不是去过医院吗？医生怎么说呀？那个，你给你爸爸倒杯水去啊。啊。告诉他我回来给他喂药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家是谁了？完了，不停地往我们家跑，哄着老爷子，哭着喊着让他喝白酒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知道他什么病吗？酒精性肝硬化。你什么目的呀？我没什么目的，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是谁的。不管您信不信，我就想单纯去看看他。那个老爷子让我告诉你，他不希望你老来打扰，
以后你忙你的，就别来了，好吧？我就不留你了。哎，妈，人呢？等一会儿，啊？谁呀？谁呀？我哥呢？你哪儿来的哥呀？不是这，你爸说了，他根本不认。哥呢？嘘，哎呦妈，你也别那么紧张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人家没准不是坏人，人就看我爸现在病了，过来看看他，大不了认个亲嘛。认什么亲？有什么可认的？不老来吃饭吗？往那一坐，跟你爸脸对脸，那会儿怎么没认呢？你爸这一病，认亲了，多明显！他图什么？妈，就咱家这经济情况啊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人家能图咱们什么？哎，你看人家，外表看着也挺是这么回事儿，看不出来吧？人家藏得多深呐，那多厉害呀！你差远了，你个二白虎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你的，哼，明白吗？图什么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店，就这小破店儿，他也不会图，我也不要。你有病吧你呀！就算这店儿破烂，行了吧？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前后街在哪儿？黄金地段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能脑子清哎，点行，那我知道。你的房子，你的财产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知道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爸傻死人了你！哎呦，操死心了！小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天在 FaceTime 里看到你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就买了张机票回来看看你。给你寄的口罩带了吗？没有，你给的东西我都不会碰。学校的环境好像不是很好。我好久没有见到叔叔阿姨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下午好啊，小马老师，这位是我舅舅。朋友。你好，我是叶欣，是你们老师的好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算了，那个咱俩也是头一次见面，而且也不用着急套近乎。如果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你就不想跟我做朋友了，对吧？回家去，写作业。Go home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今天给我留的英语作文题目是不是字你的？我就写我的机长老爸和我的小马老师，怎么样？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那个，今天晚上我让我爸给你做面条啊，你也一块来啊，舅舅，拜拜。拜拜。刚才那个孩子管你叫小马老师，我听我妹妹说了，你跟那个机长在一起了，所以他就是他的孩子。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。小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都是因为我造成的，我真的特别后悔当初那么草率的就跟你分手，因为离开你后我才发现谁都没你重要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现在这个状态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啊。小欧，你不用骗我，你也骗不了我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、有理想的人。你现在在这样一所破学校里面，你的才华和志向会被这里所有的一切所埋没掉。而且你还和一个中年人谈恋爱，他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。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看了特别难受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
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去弥补你。说完了吗？你的意思是我跟你分手，造成我现在自暴自弃？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你真以为你自己这么重要啊？话说够了吧？这附近就有一间 coffee shop。好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我是让你自己去，我以后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行，我们改天再约。以前身份没挑明的时候，他对我不错，见着我也很热情，还主动给夹菜啊什么的。现在身份一挑明了，他就冷若冰霜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事我也想不明白，我真是被这个太强大的冲击量给我冲懵了、蒙圈了。我现在，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个身份？我觉得肯定不知道啊，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就刻意来找你，是吧？要挑明早就挑明了呀。其实你要这么一想啊，之前有一些蛛丝马迹，就是咱没留神。你别蛛丝马迹，蛛丝马迹。你现在又知道还蛛丝马迹呢？你这叫事后诸葛亮。不是，你想啊，你第一回带我去那个老街小馆吃饭，我就觉得哪儿相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一想，你说做那个茄子，老头子做那茄子放紫苏叶，你说谁这么干？不就你妈当年这么干吗？哎，你说也是，一说这个还真是。你说天天去他那儿吃饭，墙上挂着那营业执照就挂在那儿，就愣没去看一眼，还跑内蒙古去找去。真应那句老话，凡事啊，鼻子底下才见真章。是，你说你这人生啊，太玄幻了呀！啊，叭一下蹦出来个儿子，叭一下蹦出来个爹，不是谁知道谁写的剧本啊都？你有父母，你体会不到。我从小自己没爹，终于有爹了，那感觉玄幻归玄幻，但还是挺高兴的。小时候老挨欺负，为什么？没爸吗？没爸给你撑腰吗？就想着说学习成绩好点，学习成绩好我就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就考第1名。第1名完了之后还一样啊，从没爸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学习成绩第1名的没爸的孩子。这些年真是，哎呀，年苦了你了。以前就不能看着别人父子俩勾肩搭背的走，一看见心里边就不舒服。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家，我那会儿对他长什么样啊，说话什么声音啊，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老幻想，就想说他在外面成家了，就想他在外面跟人结婚了，就想他在外面又有了个儿子了，就想他那个儿子生病了，就想他那儿子生的病挺严重，需要换个肾，我就想他就回来找我了，我就可以跟我爸见面了。哪怕我失去一个肾，反正脑子里边就无数个各种我们相见的场景就在脑子里转。这事儿你得往好了想，是吧？万一就是老爷子知道自己就是有病了，不想连累你嘛，你也有孩子养，是不是？你往好了想，你要往坏了想呢，就是老爷子怕你分他家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倒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这个最难过的，其实最对不起的是我妈。哎，我妈呀，我小的时候老对那照片自己偷偷掉眼泪。我就想着说，我以后我好好学习，我就有出息，我就挣钱，就把我爸亏欠他的那份情感，我全给我妈补上去。这哪成想我还没毕业呢，我妈就走了。哎，现在自己人惯了，挺自在的。咚，冒出个小孩，那行，我慢慢适应，慢慢适应了，咚。
又冒出个这么来。没笑你啊，就是行，这不蹦出来个儿子吗？你有人陪了，是不是？边走边看呗。我哥去找你了，一猜就知道是你这大嘴巴说的。你怎么还把我的新学校地址都告诉他了？他央求我半天，但是我肯定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那我也不能替你做主，说啊我永远不见他什么的吧。所以我就把你地址告诉他。你和我哥谈的怎么样？谈的结论就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跟他说，以后我过得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别浪费感情，更别浪费机票，挺贵的。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，但他不信，非得要试试。哎，这样小，你把老吴找过来，在我哥面前秀一把恩爱，就相当于插他一刀，他就死心了。我就算是想秀恩爱，我也得找得到人啊。从时间上推算，叶欣就是坐老吴这个班机回来的。结果呢，你哥都跑到学校去找我了，老吴不知去向。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怪老吴，他给你发那么多条微信，你一条也没回，他肯定以为你没原谅他。哎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？我不原谅他，他不是应该努力求得我的原谅吗？他倒好了，消失了。但是我觉得你要适可而止。哟，吴老师回来了。老吴，哪儿去了？去哪儿玩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到家了，你爸在我这儿呢，昨晚喝断片了。啊？你等会儿我马上过去。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啊？行了行了，你说你这么借酒消愁，是不是除了老爷子的事儿，里边还有林小欧的事儿啊？就是叶子那大嘴巴说的吧？真不是叶子说的，人家林小欧找我这儿来了，一直问你跟费雯丽到底怎么回事。不是你俩闹别扭那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摆平呢？我前两天不是飞澳洲那航线嘛，完了就一直忙，也没来得及顾得上，去跟他表示。我这两天一直给他早一个微信，晚一个微信，我一直给他发微信。我发微信，我连表情都用上了，我还用那种特别萌的表情，你知道，特别乖，特别可爱，他都不理我。不是你犯的事儿，你就发个微信就完了吗？你得主动一点儿，知道吗？你主动一点，实际行动。实际行动什么实行？两个人在一起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有信任之后才能有下面所有的事情，信任是基础。不对，我告诉你，我得给你好好上上课，真的。男人和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来自不同的星球。你是来自星星的你，他是地球人，知道吗？这种都不可调和的，真的。你要么你对女孩你就放下钱包，要么你放下身段，有舍才能有得。你说你根本你对这种复杂的生物你都根本就不了解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一个3无的，你一个老青年老 boy， 你凭什么对一个那种这风华正茂的大姑娘，是吧？石飞，主动点，实际行动。石飞，真是，你看你空窗这么多年，你跟叶子谈恋爱了，真是一朝谈恋爱胜读10年书。你刚才那话说的让我如沐春风，
全都是文采，是不是？特别厉害。哎，我不仅弹的，我虽然弹的少，但是我弹得好，态度决定一切，都往心里记着点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跟女人讲道理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一个拥抱全都解决了，一个不行就2个拥抱，怼墙上壁咚就抱，哎，抱抱！哎，行，这恶心人都。赶紧，别吐我地毯上。哎呀！啊，来了。老吴呢？吐呢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在床上。真的吗？厕所啊？怎么着？他醉了是吧？啊。我提前跟你透露一下，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怎么了？给小姑娘？没，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把那个老爷子事儿跟他挑明了，我把他身份给暴露出去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他也知道了。那不去老林小馆找老爷子，老爷子没见他，给摁外头了。摁外头了？没见他呗。完，那他肯定得喝多了呀。行，我看看他去吧。厕所啊，不是床上。来，跟我们小老师闹矛盾了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跟他闹矛盾，你怎么能放松警惕呢？你这不是给人前男友机会，让人趁虚而入吗？别一来就咋咋呼呼的啊！不是你到底跟他怎么了？人前男友都从国外回来了，那一身小西装穿的，戴个小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也挺帅气的。怎么回事？你跟人比得过吗？什么叫斯斯文文的？斯斯文文的就帅气。你有这点精力就放在学习上面，你不懂审美，你差远了。嚯！一喝酒变成哲学家了。那我今天给你讲讲，我给你上一课。男的什么最重要？你看那都不对，男的得穿的得特别，你看得特别板正。这衣服，你爸我虽然这不是什么名牌，但是男的得穿的特别有样子，而且身材，你看我这身材多好，这叫审美。第一，你这衣服啊现在不板正，然后第二呢，你身材也不咋地，你看你这肚子，你看你这肚子。我跟你说，人家你要跟人比讲究，人家不比你差，知道吗？你别说了，我今天在机场见着他那前男友，见过，行不行啊？你家里来贼了。哎呦，不是你都见过人家了，你怎么还能让人捷足先登呢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心也够大了。算了，他喝多，我不跟他说，不跟他计。哎，不是，你确定你今天在学校看见那人是林小欧前夫吗？前男友？什么前夫？啊，前男友吗？那肯定是啊。那个前男友不是那个什么留学生吗？那人一看就是一个海归，而且他跟我这个小欧老师情况也非比寻常。长得怎么样？跟你爸比，长相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这整个气质就挺绅士，挺 gentle。有范儿，范儿啊！那林小欧的前夫不是前男友，我记着是叶子哥呀，那是我未来大舅哥啊。没错啊，你未来大舅哥不错，那人也挺随和的，挺有福。那你说这我未来大舅哥在这儿，我这以后我是帮亲呢还是帮理啊？他也没什么理，反正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呢你要谈恋爱，知道吗？你来找我。想喝酒了，你也来找我；遇到男女之间的问题，你也来找我，我教你两招，千万别听你爸的。
那遇上你说的那种情况呢？啊，那得找你爸，这事儿你们俩一家人。找他能行吗？他谈恋爱都是我教他的。哎，要你说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？就是前任还追回来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教你俩啊，看你要时刻记住，知道吗？男人和女人是来自2个星球啊，这是来自星星的他，女的都是地球人。来，你看我教你俩。叶大小姐，你手机是没电啦？史飞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？喂，史飞啊，你找叶子吧，你等着，我去帮你找他。哎，那个我不找叶子，我找你啊！我跟你汇报一个情况，是这样的。深夜了，我知道不应该打扰你，那个你过来一趟吧，啊，那什么老吴在我这儿呢。就是因为你们俩的事儿，喝多了，然后呢，哎呀，然后呢就抱着我说了好多，就是对于你的一些知心的话，痛哭流涕，挺动感情的。然后呢，我也不想看你俩这种结果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啊！他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，你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吧。不是你，哎，喂。说这么多，把自己都快感动哭了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不是那个，哎呀，就没发挥好，喝的有点多了。你别找理由，有用吗？哎，迷糊了，哎呀，上头有点，这没，哎呀，迷糊。我好像听见你在叫我呀。史飞打来的，但不是找你，是他想当和事佬。老吴喝醉了，在他家，他让我去接他。那你还躺在这干什么？赶紧换衣服去啊！干嘛呀？我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逛逛街多好啊！哎呀，老吴在你心中的地位还不如魏品慧，太可怜了。代驾还要收钱呢，我凭什么义务送上门啊？他从澳洲回来，不第一时间来找我，反而跑去史飞家喝个烂醉，再假借他人之手打给我，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他。那我应该提醒他做一点事情，把你这里的收藏夹、购物车里的东西都结清了，怎么样？我们都是成年人，这样会不会太幼稚了？既然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你就不应该赌气，你也应该成熟一点，主动的向他靠近一点。这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，他对我连一点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我在他家楼下等了一整夜，就等到他从别的女人家回来。是个女人都得生气吧？他倒好了，一急就说什么哄我就是低三下四的事，自己任性，还要求我要大度，然后呢要自尊自立，又要十全十美。可是爱不是互相的吗？我是喜欢他，也想这么一直喜欢下去，可他不能因为这样就苛求我呀。你这么一说啊，老吴确实有一点不体贴，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人。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你要想清楚，他这是性格问题，不是1天2天就好了的。但是如果要相处一辈子的话，你能受得了吗？那我也不能忍你哥。那你能忍我？还可以。行不行啊？要不然在这儿对付去就得了。小安，明天带他负荆请罪去啊，去学校。哎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你好好走。哎呀，你背着点你爸，大小伙子背着点。啊！这酒量怎么就哎呀？哎呦！爷爷也有他自己的难处。
吧，走吧。上班去了。我也上班去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哦。哎，刚刚好，还担心你会走呢。谁约你来的？啊，你还记得这个牛角包吗？他们现在开到上海来了，比之前在美国的还火。我排了将近1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的。我不吃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对，人的口味会变，可是曾经的挚爱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记吧？不过是一个牛角包而已，谈不上什么挚爱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，就会想起咱们读书的时候。别费心思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没有后悔药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我要去工作了。那你慢点，我把这个放在家里啊。给我就行。你呢？别想，1次2次的早餐就能挽回小欧的心。小欧住在哪个房间？干嘛呀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别进去，小欧会生气的。我去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别看，你送给小欧那些东西，他早就扔了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熟悉，好像我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一样。哼，挺好吃啊。这个椅子有问题啊！哎，你知道哪有卖椅子的吗？我去给他买一个保护腰椎的，这个不好。我椅子还没他这好，你咋不说给我买？你用不用天天坐在桌子前面改作业？他很辛苦的，好吧？我天天看资料，好吧？行，给你买啊！不用了，买完我都没法跟小欧说。你不告诉他不就完了？他傻呀，他自己猜不出来呀。我说你啊，哥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都说吃人家的嘴短，你嘴短那么长。啊！56。啊！真牛逼！啊！哎呦，你怎么放这么多呀？啊？这糖啊，别放这么多，就是提鲜。你放这么多的话，这菜没法吃了，它就咸了。你别看它是糖。哎，老板，今天这个菜啊，有点夹生，还有点咸。哦，是吗？下次注意啊。哎呦，怎么烧的？太不像话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事儿。下次注意就行了。退吧？对，应该退。不好吃，一看你们都没动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少吃一样菜，抱歉了啊，抱歉。没事。走吧，慢一点走啊，慢走再来啊。我说你干嘛呀？这10来块钱也不是。哎呀，你真是，咋在乎这点钱呀？来，给。啊？怎么了？客人说太咸了，还加生。行，我再给炒一个吧。不用，钱我都退给人家了。啊？就这么一桌，还让你闺女弄走了。哎妈，你这事儿也怪我呀！我是费多大劲炒出这盘土豆丝的。再说这客人也真逗，他看咱家店这样，他就不应该进来；他进来，他就应该闭着嘴凑合着吃。哎，这是什么态度哎？你这水平还没长，这态度见长是不是？蕾蕾呀，这菜的咸淡掌握呀，是一个厨师的高深的本领。你也别着急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你呀，慢慢体会。先呢，找到这手上的准头。你看啊，你看，走你，哎，这就够了。你呼嚓一下子，那哪儿是？哎，行了吧，你也甭教了。我跟您说啊，我就不是做饭的料。
就这些什么油盐酱醋来，我对他们无感。您跟我说的我全都记不住。这做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，我不做了。哎，来了，你，哎，爸，老李没事吧？爸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气你爸？行，懂事呢。没事了啊，我继续做。他改啊。我继续找。来坐这儿吧，不着急啊，给他点时间。哎，你不也不是一天就成大厨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这口味啊下降的太严重了，咱们对不起客人。你赶紧下去帮帮他们，不管怎么着，这样可不能关门啊。你也别太着急，你看现在每顿饭来个2、3桌，差不多能对付过去。他要不行还有我呢，这么多年看着你做饭呢，也差不多8、9不离10，啊，不着急。没事。眉毛有吗？啊，眼睫毛还有吗？有啊，都在啊。怎么我觉得我少点什么似的呢？我看，这哪儿都在呀。烧焦的味道啊！楼下炉子关了吗？没关。了不得了呀！快来呀！给碗毛巾啊！还有我给那个肉水呀！不要跟肉水呀！是有个不灭呀！这次填空都不错啊，都对了，那就用你的帮我改吧。行，林老师，您好，这是您的花，我的，是谁送来的？送花的快递说有客户在网上订购的，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负责签收，请您帮签个字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啊，老吴下手挺快啊，就让我换个地儿写作业。酒醒了？醒了，打算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就这么笃定我会跟你走？你是做了什么感动天地的事了？我就一定要原谅你。你看我就喝4酒，你说这么多话。你喝醉的时候那会儿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还打我呢，我还什么都没说。而且我喝醉了，你连出现都没出现。我喝醉酒都有我的理由，哪像你啊，骗人心软，为喝醉而喝醉。行了，不生气了啊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最善解人意的人，最通情达理的人，最知道好歹的人。来。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？说什么？花不错。完了。啊？你不该郑重的跟我道个歉吗？哎，你们女人就好形式。你看我就是100%的相信你。我知道你前男友回来了，还给你送了花，
当然了，他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啊。你看我说什么了？我都没问你。这花不是你送的？我能干那么 low 的事儿吗？你看那什么花儿，都蔫了，不好看，1块钱1把都没人要，我能买这花？停车！你快给我停车！文一她老公得了癌症，费雯丽为了从香港她开完的药，才被辞退了。她说白了，这也是为了我。那天晚上她喝醉了，我陪了她一宿，是。但我如果不那么做的话，是不是就太不近人情了？我都跟她解释过了，相信她能想得开。但确实是我的错，我跟她解释了，但却没有耐心跟我最在乎的人解释。小欧，我说声对不起，我老能把你惹炸毛了，我太不良心细语了，我这人太糙了，但我改行吗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，下次再犯怎么办啊？再犯你就再不理我呗，反正我总能找着办法让你心软。哎，我其实也不想喝酒，因为不管喝什么酒吧，喝多少，都不如想你。我一想你就醉，那些什么酒啊，都是破玩意儿，都不如你。还说你这人粗糙，这些半真半假的谎话张口就来。你在外头就这么逗小姑娘的吗？说什么呀？别这样，很多人在看着。你没见我谈恋爱啊？哎，我问你句话啊，我当时在悉尼那教堂拍了张照片给你发过去，你怎么不回我？我回你干嘛？那个破教堂是我最不好的回忆。对我来说，那地方意义非凡啊！你在那儿结束了一段恋情，咱俩在那儿开始了一段恋情。我那么唯物的人，我还在那儿许个愿，就希望咱俩的爱情能够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哎，你要干嘛？这是个钥匙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，胸前都带一把家门钥匙。这钥匙在我心里呢，就是一种归属感，是跟最亲近的人之间的一种联系。小欧，以后我的心里只给你留位置，我这里装的也全都是跟你有关的回忆。现在这把打开我心门的唯一钥匙，就交给他唯一的女主人来保管。你好肉麻。那你还不是听得很感动？哎，不就我们2个人吃饭吗？怎么又弄那么多呀？汤来了。哎呀，我是想着啊，这2天呢，小欧也没有消息，我这想着想着，莫名其妙的我就做了女儿喜欢吃的菜。哎呀，估计啊也不怎么样。你看，如果好的话，早就应该带来了，对吧？看来不是什么好兆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女儿已经打过电话了，说小吴呢最近在出差，等他回来以后有了时间就会来看我们的。你看现在啊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忙。等结了婚以后啊，恐怕就更没时间陪咱们小欧喽。你这个做爸爸的呀，不心疼自己的女儿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老是对未来的女婿这么说三道四？哎，我还没承认他是未来女婿啊，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，是他自己不珍惜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还没吃呢。给你吃了，你还要咒女儿，不如我拿去给女儿吃。不会是女儿跟小吴来了吧？阿姨好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和叔叔，还给你们买了点保健品，都是一些补脑的，还有补钙的有机营养品。你自己的父母看过吗？跑到这里来干嘛？阿姨，我知道这一次你和叔叔都对我特别失望，我也对自己很失望，所以我想回来做点补救。补救什么呀？
我告诉你，我们小欧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很好，你不出现就是最好的了。但是阿姨，我了解到他和那个机长相处的不是很好。你，当然，可是我是真心的，我不想小欧再受到任何感情的伤害。我是小叶吧？哦，说的是好啊，来进来说。哎。叔叔。啊，你来了。啊，叔叔。啊，送上来。好。现在就发展成这样了吗？就这么 open 吗？都？哎呀，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捉住！抓下去！你等我去喝口水，喝完水咱俩继续。等你啊！我逮着你了吗？不干好事是不是？穿衣服了？穿着呢。小欧穿了吗？说什么呢？我俩玩游戏呢。我看有个游戏啊，叶子特别好玩，叫什么？叫怪兽消消消！一定记住了，我再说一遍，怪兽消消消！这游戏太好了，适合各个年龄段的玩。叶子，你一玩你准保喜欢。史飞，你一玩你就掉下去了。我跟你讲，绝对掉窟窿里了。咱们4个这样好不好？看谁能通关，又简单，又复杂，又锻炼智商。咱们今天比一比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俩要睡觉了。时间说话了。哎，你真是的，干点大人的事行不行？玩个消。游戏好玩吗？特别好玩。路上说啥？我跟你说说啊，这游戏啊，它首先呢，它必须得是你们俩真玩游戏呢？对，你危险，好玩吗？大夫，我们家老李的病一定给他治好，花多少钱都不要紧的，麻烦你一定给他治好。目前光是钱的问题了，他本来就是酒精性肝硬化晚期，上次呢出现了间断的肝功能时代偿，目前看他的情况不容乐观啊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肝功能移植。那行，这次我们一定配合您，听您的安排，大夫。肝移植手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，主要是肝源的问题，他是 O 型血，没有那么合适的肝源。那得等。是。那他这个，要等一般多长时间？再有一个，他的病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能不能等？还有一个，我想跟您说，我和我女儿能不能给他捐肝？我们俩身体很好。理论上当然没有问题，只要血型吻合，再做一些例行检查就可以了。但是手术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，这个你们家属一定要想。知道，没事的。那个我们一定配合，不管怎么样，能做就行。那行，你一会儿填个表啊，验一下血，然后看一下配型。好。另外呢，这个手术费用可能也不低，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。啊，多少钱大概？大概40、50万吧，具体要看手术的情况。不过呢，手术一定要抓紧。哎，谢谢，特别谢谢大夫，太感谢了。40、50万。怎么着？去澳洲这么多天没弄过土特产代购啊？你赶紧吃你的吧，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这不我以为你跟小老师在屋里恩恩爱爱的吗？给你俩腾点空间。他原谅你了。少打听关于恋爱的事儿，对身心发展，你这年龄不太好。赶紧吃，吃完睡觉。笨，你说你那眼光啊，你送人那花也不便宜吧？就是太丑。谁送的？那么俗的花能是我选的吗？我干不出来那事儿啊，
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，赶紧吃饭？不过说真的，你突破了，你绝对放飞自我了。这面做得太好吃了，绝对有我爷7、8成功力了，肯定有。你自己尝尝，你自己尝尝。我说您这个边吃边叨唠的，够本事的您。我做的面我还不知道好吃吗？妈，明天我就去做培训检查。大夫说了，卷干多多少少对身体是有害的。没事儿，我年轻，我身体扛得住。我爸身体变成今天这样，我心里明白，多一半都是因为我。我长这么大，也没为家里做过什么，这次为了我爸，别说卷干了，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。我替爸爸谢谢你，我们没白生你。我和你爸在内蒙这30年，你爸本本分分的做人，我们俩一直想，等退休以后，我们过几天清闲的日子，享受享受。没想到啊，老天太不长眼了。妈，现在咱不说这些了啊。现在咱们俩就齐心合力，想办法把我爸的病治好。想治好，没钱呢，没钱怎么治啊？现在，您那儿还有多少钱？我现在刚才我带过来了5000住院押金，之前也没多少，不是开始一个大头放在小酒馆上了，后来来了2个大胖子说给你还债，我们替你还了，就没剩多少了。现在咱俩不管怎么说也得把我爸的手术费凑齐。我这边呢，我自己挣的钱，再加上管朋友借一下，我估计能凑个1万多，剩下的怎么办？您再想想，有没有您的私房钱，或者是我爸曾经借过谁钱，人家没还咱们的？没有，宝贝儿，妈妈不瞒你，什么钱都没有。你看，再往前说的话，10年前妈妈病退，后来再没上班啊，都是爸爸挣钱养咱们这个家。那就这样吧，把房子卖了吧。卖了那饭馆怎么开？以后，那你爸的命啊！再说他退休之前几年，他就一直在念叨着，以后最好梦想当中最理想就是有个自己的馆子。妈，别说了，现在只能卖房了。人在，钱咱们还能赚。现在给我爸治病是最重要的事。对，我知道。喂，你干嘛？是不是落什么东西了？你快下楼吧，出大事了！爷爷不会已经……别乱说。那天把你爷爷送到医院，你还记得是哪家医院吗？
记得呀。结果出来了，很遗憾，你们两个的配型都不像。我看看不懂啊，这是。大夫，您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看不懂。有什么问题您就直说吧。你跟你母亲都是 A 型，而李立群呢是 O 型。那么肝移植手术的最前提条件就是血型必须一致。你们俩第一关都没过。大夫，您这检验报告有没有可能出个什么错儿之类的呢？绝对不会。你一直不知道你的血型吗？我知道是知道，但是我这不是怀着点侥幸的心理，看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吗？大夫，那您帮我们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能帮助我爸的？我们什么都能做。你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亲属，比如说血型啊、年纪啊、身体状况啊都比较合适的男性呢？有没有？就我们3个人，没别人了。哎，对，要从来没听说过您提起您孩子，您几个孩子？我就一闺女，我闺女啊，也是有点不着调。这山呀，望着那山高。先女先孩子，我没放胃镜。真鲜。您这呀，还真是一封情深意切的家书。闺女出去半年了也不着家，这让她回来一趟啊，就像求她开恩似的。我看您呐，是想闺女了，打着老伴儿旗号。早饭买来了。啊，我爸怎么样？行。你爸可讲究呢。不在家的那些日子，一到晚上小店打烊了，他就自己把手洗得可干净，还有那小刷子刷呀，完了以后就擦擦手油，还跟我说，人能老，手不能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炒菜、写字都用得上。老李，快醒醒吧啊！我和闺女咋不卖铁也得给你看病，赶快好了咱们回家，咱们过3口人的小日子，多高兴啊！啊，妈，你也别太着急，只要把咱家那店转让出去，手术费就有了。小点声说，他要是醒了，可千万别提这个事儿，啊！我知道，妈，我不提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找到甘源。我觉得我还是去找我哥说一声吧，啊！您也别把人想得那么坏，万一我哥跟我爸血型匹配，那我爸的病就得救了。坚决不能！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了，他跟我说过以前离婚什么那些事儿，从来没提过这个人。你想想，你爸从感情上不接受他，他给捐的肝，他能接受啊？
别想啊。哎，你拿一下。你爸妈不会嫌我岁数大吧？我爸又不是第一次见你，放轻松，别那么紧张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拿出1/3平常忽悠我的口气，哇，我妈一定马上变成你忠实粉丝。他俩在家吗？你通知他们没有？我不通知了，要不你临时有什么变卦，不就又尴尬了吗？咱们就来个择日不如撞日，出奇制胜。谁呀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找谁呀？吴征在家吧？哎呦，他不在。您是？我是林小欧的父亲。小欧啊？啊。哎呦，那不是萧寒的老师吗？对。那你找吴征是？小欧在和吴征交往，所以我想来看看，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那看来您是吴征未来的岳父了。来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哎呀，来，快沙发上坐。哎呀，你看乱的。快坐吧，我给你泡杯茶去啊。您先坐。哎呀，吴征啊，可是个好孩子。要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哦，不用，我可以等他。那行。吴征虽然没了父亲啊，他妈把他教的可好了，这孩子啊可懂事儿了，还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。哎呦，可能吴征回来了，我看看去啊。好久不见啊，文姨。小费呀。我来是把这个植物还给吴征。那个什么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这个是我那年生日吴征送我的，我现在要搬家了，留给他。哟，怎么要搬走啊？那你工作的事儿呢？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司，我要离开上海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好人啊，肯定有好报的。行了，那我就祝你一路顺风，哎，早点啊找个好人家啊。也没什么好人家了，喜欢他了3年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小飞啊，那啥，我家今天有客人呢，要不我一会儿上你们家找你去啊？大姐，你不用支他走。姑娘，有什么话就当着我面说好了。这位是？很冒昧啊，我是林小欧的父亲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姑娘，听你的意思是，你是吴征的前女友，对吧？哦。能不能告诉我吴征，他怎么对不起你了？哎，小欧爸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了。恐怕不是误会吧？姑娘，是不是因为林小欧，你才跟吴征分手了？其实也不是您想的那样了，可能小欧才跟他正合适吧。不过我不后悔喜欢吴征这些年。哎呦，小飞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跟吴征本来就没什么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位大姐，哟，你可别当着小欧的爸爸面胡说啊，这跟吴征没有关系啊。我看出来了，您是吴征的家人吧？你不用替他说话。我不是，我是他们家保姆。
我见不得好心人受委屈。姑娘，首先啊，我要替林小欧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另外，恕我直言，不要因为一个并不值得的人，就轻易做出决定。伯父，您不用道歉，也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跟吴征吧，可能真的是有缘无分。不过喜欢他这3年，我也累了，是时候该离开，重新过自己的生活。喂，快回来吧，咱们未来女婿登门了。他敢上门？行，你让他在家等着我。啊，来，小吴吃水果。我再给你倒点茶。妈，他进门到现在，你已经添了4回茶了。哦，是吗？没事儿。太好吃了。哎，来，再吃个葡萄。小吴啊，要不然再喝点茶吧？可以了嘛。哦，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小吴啊，你再给阿姨讲讲你们飞行的这个故事。阿姨，我回头推荐给您几个微博账号，那个我偷偷给您啊，小欧都不告诉他。上面记录了好多飞行当中的趣事儿，您自个儿慢慢看就行了。哎，好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啊？你关注了几个别的飞行员，没有我吃醋了。哦，哎呀，你爸爸回来了。小叶，进来吧。哎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你来做什么？小吴是我邀请他来的，我是这家主人，我还不能决定谁来。我也是这个家的主人，对不起我们小欧的人，我是不欢迎的。谁对小欧不好，现在还很难说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，爸？我带男朋友来家里，你把他也拉过来，这就是不想让我回家喽？小，我们走。啊不，小，那个，我觉得叔叔能把叶先生请回来，肯定有叔叔的道理。咱们听叔叔把话讲完。叔叔，我觉得您可能对我有些什么误会，没关系，只要您问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解释的。刚才我去了你家，有个叫费文丽的姑娘来找你，把她养了好几年的花送回来了。她说是你伤透了她的心，她要离开上海。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你跟那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费文丽我也认识，她对吴征是一厢情愿，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的。我在问你吗？一个姑娘不离不弃的守在他身边好几年，最后落得个一厢情愿，还处处替他说话，这不跟你现在的状态一模一样吗？你们都是些傻姑娘，脑子被洗得够彻底的。那姑娘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爸，你了解情况吗？我喜欢吴征是自愿的，没被任何人洗脑。倒是你带着先入为主的眼光，再找各种理由自圆其说。他要是行得正坐得端，还需要我先入为主吗？叔叔，我说两句，我虽然当父亲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特别理解父亲对孩子，尤其是闺女，想保护的这种心情。我跟小欧之间，我们两个是奔着共度余生去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谈一场恋爱。我知道您对我有误会，我说什么可能您都不会太接受。我只能讲日久见人心，我对小欧的感情是真的，请您拭目以待。干什么？但你也给我洗脑了。爸，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呢，你太过分了吧？小欧，你别太冲动。叔叔这么说也是为了你的幸福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，我幸不幸福也与你无关。我们走，走。叔，阿姨再见啊！对不起，是我经历太复杂，让你们父女的关系闹得这么不愉快。是我才要说对不起。
我爸竟然跑去你家调查你，还把叶欣也拉进来淌着浑水。咱俩就别说对不起了，说一宿没问题。这么说吧，今天还挺高兴的，至少我看你妈挺稀罕我的。那倒是，看他对你的样子，你又收获了1名铁杆粉丝。所以说咱俩一起努力，不着急，你爸这一票肯定能拿下来。这么说点高兴的，咱俩去干点高兴的事，怎么样？哎，看前面。I wanna run away.哎，睡前1杯奶，有助睡眠。就别跟我怄气了，我那样做，还不是为了咱们小欧吗？既然你是为了我们小欧，那你为什么要对小吴那么刻薄呢？我今天去了他们家了，他家的环境啊一般，经济条件也就这样了，但这都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人品得好。小吴人品怎么了？就算他不好，你也不能利用叶欣。叶欣是怎么伤害我们家女儿的，你不清楚吗？俗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叶欣已经跟我表过态了，我们总得给他一个机会吧。你能给他机会，为什么就不能给小吴机会呢？叶欣还年轻啊，他还有机会改错。可吴征，他都已经40了，还这个德行，说明他就这样了。今天下午，你跟叶欣在那个房间里嘀嘀咕咕那么长时间，你不会真的被他洗脑吧？我这么大人了，哪那么容易被洗脑？我跟他聊了半天，是听他谈他事业上的规划，还有就是对小欧的歉意。我明显感觉到，他更合适咱们小欧。我不信，这男人出轨啊，只要他出1次，就是若干次。你能原谅他，我们小欧也不一定就能原谅他。他和小欧啊，还得看他自己努力了。哎，这叶欣还是个有心人呢。他今天还提醒我说，你明天过生日，你我女儿都忘了吧？他倒还记着。记得也没用，我不过生日。谢谢你啊。玩得开心吗？今天？开心，都忘了我爸给咱们添堵的事了。那你回去之后别跟你爸吵架了啊。我才懒得跟他计较呢。如果他再反对我们，我就坚决地站在你的立场。我说认真的，别因为任何一个男的跟你爸吵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爱你最深的、爱你时间最长的男人，就是你爸。没有任何男人能替代的。
啊，真的，你这个记住啊。好吧，那我以后尽量不跟他吵。哎，很久没去老街小馆了，你跟老爷子最近怎样？他生病了，然后好像病得还挺严重的。我去过几次想看他，但他不想见我。反正他病成这样，还把我往外推，就说明根本就没拿我当家里人。别想太多，辛苦了。以后我和萧寒就是你的家人。我听你这意思是想关系升级是吧？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家休息啊，我也早点回家休息。等，你忘件事情。